大家好，我係三一街。今集可以用千呼萬喚嚟去形容得唔得呢？話說大概係一兩個月前啊，當我介紹 JBL 巴1000嗰陣時啊，下低留言已經有啲朋友仔成日詢問我，喂，幾時有 JBL 巴1300？咁終於等到啦。咁究竟新出呢條 JBL 巴1300又得唔得到我嘅歡心呢？我對佢嘅感覺又點樣呢？咁就千祈唔好行開啦。節目未開始之前，如果你想三一街繼續為你發聲，為你介紹最新嘅影音資訊，其他唔同類型嘅產品，就記得跟住上面嘅文字做晒佢，做得越多越好。記得 follow 我 IG 同埋 Facebook， 感謝大家幫手推一推啲 view 數，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同 JBL 其他三巴產品比較，設計語言基本上係一樣，都係走十分之簡約，線條好簡單，一個類似長方體嘅設計啦。顏色得一個黑色，主要物料呢就係塑膠同埋金屬。講 JBL 嘅三巴系統又點少得佢呢個 signature 嘅 features？ 走軌式真無線嘅環繞聲喇叭呢。呢個環繞聲喇叭同其他產品環繞聲喇叭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唔單止冇喇叭線連住啦，佢就係連條電源線都冇嘅，靈活擺位啦，你等喺邊度都得，又唔使顧住條電線啦。咁呢個後置呢，我覺得就 perfect 啦，因為佢嘅 size 真係唔大，一隻手掌 size， 咁就好輕易呢放喺梳化以 iPad 上面嘅地方。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嘅建議，但係可以試住先。當然大前提，你嘅梳化 iPad 要有一定嘅闊度容納到佢啦。但係呢個 size 我覺得真係個要求唔係太大嘅。佢另外一個常規特色就係佢嘅低音，擁有一個10寸嘅低音單元。呢個10寸咧喺業界裏邊咧係屬於大 size 嘅，有好多三巴系統咧都係得6寸或者8寸嘅，咁所以絕對係有份量。第三個常規特色就係變態玩法，即係可變形態玩法。咁佢可以用合體嘅方法去玩啦，即係將後置同支三巴結合埋一齊，就一支三巴一個 subwoofer。亦可以用分體玩法，有前有後，就俾你更好嘅包圍感。咁除咗頭先嗰啲咁特別玩法之外呢，今次 JBL 咧又有啲破格嘅地方。如果你市面上買一套有前有後嘅三巴系統，咁嗰對後置環繞聲咧，基本上係得一個角色，咪就係後置環繞聲咯。咁但係今次 JBL 破格嘅地方就係佢賦予咗呢對走軌式後置環繞聲咧多一個角色，就係藍牙喇叭。咁點玩法呢？第一，佢可以獨立一隻咁樣玩，佢又可以左右一 pair 變成一個立體聲嘅藍牙喇叭系統咁樣玩，咁就有好多可能性噶咯。講緊獨立點樣玩呢？男左女右，左手邊嗰隻就俾個仔放入房度去聽歌，右手邊嗰個就俾個女入翻房度又係聽歌。咁我啲人入晒房，咁點算啊？老豆老母咪坐喺屋企度眼光光，唔係睇電視。咁佢仍然有支三巴喺度噶嘛，分體咗啫。佢哋仍然可以用咁嘅 config 去睇戲。咁出嚟嘅效果當然係冇有前有後嚟嗰個包圍感唔好。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呢，唔差嘅。3D 音效格式支援，有齊 Dolby Atmos、CTSX， 冇投訴，100分。好啦，我哋跟住就要點燈啦。咩叫點燈？就係你而家睇緊嘅戲，我哋聽翻嚟嘅音效格式係唔係 Dolby Atmos？ 買咗部機都想知道我係咪聽緊 Dolby Atmos 噶嘛？咁呢個工作就落喺呢支三巴右手邊一個窗口仔，佢就會顯示相關嘅資訊。當你每一次 playback 一啲新嘅 video 或者 material， 佢就會 detect 到咩格式，就會 show 個格式嘅 info 話俾你聽。咁我中意 JBL 呢支三巴就係佢對 Dolby Atmos 呢個 3D 音效格式嗰個提示，嗰個顯示方式咩意思呢？如果我睇開節目都知道 Dolby Atmos 咧係有兩種形態出現嘅，一種咧就係有壓縮有損耗嘅形態，另外一種咧就相對係叫做冇壓縮，即係冇損耗嘅形態。咁點樣分別呢兩隻？好簡單，你而家相信大部分觀眾朋友睇緊串流平台
唔好意思，香港串流平台提供嘅係有損耗嘅 Dolby Atmos。咁呢支巴點樣顯示咧？就好簡單啫 ，Dolby Atmos。咁你出去睇大部分三巴都係就咁樣話俾你聽 Dolby Atmos。咁但係 JBL 咧就多咗少少嘢嘅，就係當如果你要追求更加好嘅效果，你可能買隻實體 4K 藍光碟，即係你要 Blu-ray 機。如果套戲有 Dolby Atmos 的話咧，嗰個就係無損耗嘅 Dolby Atmos。呢部機就會話俾你聽。都係 Dolby Atmos，但係後邊加多個字仔叫做 True HD。咁 True HD 係咩嚟咧？簡單嚟講係一個 codec 愛嚟包裝住一啲音效資訊啦。你咁樣當，咁佢係分得到嘅。如果你見到 True HD 就知道你而家係聽緊嘅係無損耗嘅 Dolby Atmos。咁 DTS 部門方面咧 ，DTS 因公司嘅 3D Audio 咧就淨係得無損耗版本嘅啫。咁所以咧，你會見到 DTS X 呢個字眼啦。如果你係聽緊一啲之前嘅2D，佢都係有無損耗版本嘅 2D Audio 噶嘛，就係 DTS HD Master Audio。咁呢支巴都會話俾你聽係 DTS HD 嘅。咁再舊少少就係普通嘅 DTS 啦，即係喺 DVD 度見到嘅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就咁 DTS 算。咁你會見到呢部機有啲特別嘅，就係所有 DTS 系內嘅 codec，佢都一定會同你捆綁埋另外一種技術，就係 Neural X 嘅。Neural X 呢個技術咧，如果你係砌機嘅朋友仔，有玩開 AVM 嘅話咧，應該唔會太陌生嘅。你部 AVM 可能都會有呢個技術喺後邊嘅。有咗呢個技術，其中一個賣點就係佢能夠將一啲 DTS 2D Audio 會 upscale 到去一個類近 3D Audio 嘅效果嘅。試咗史泰龍 Cliffhanger 一出幾舊嘅戲 ，Opening 開場嗰一幕，咁開場嗰一幕幾好睇喎，就而家睇翻，咁就一個直升機咧，環繞住你嗰個鏡頭影一個地方嘅，咁都有個唔錯嘅 surround effect 啦。咁另外直升機經過 Neural X 技術加持之下咧，都聽到一個唔錯嘅天空聲道嘅氛圍。當然呢個係模擬出嚟嘅嚇。咁另外我亦試過一個好舊嘅係 DVD 唔好問我點解是 DVD。第五元素佢入邊有條好舊嘅 DTS Digital 嘅聲軌，咁當然係有損耗啦。經過 Neural X upscale 之下咧，我個人嚟講咧就收貨都算唔錯噶啦。咁我 anyway 我隻 DVD 我都差唔多睇咗成出戲咁滯。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個DVD 又好，或者 Blu-ray 甚至係藍光實體 4K 碟嘅 catalog 入邊有好多 DTS soundtrack 嘅，都可以考慮下呢個 machine， 因為經過 Neural X upscale 之後咧，佢出嚟嘅一個音效咧係做得幾好嘅，咁加上都係 DTS 系內嘅技術。有睇開我呢個頻道嘅觀眾朋友都相信知道我三巴街對呢一類 Dolby Atmos 三巴系統嘅要求最基本係希望會有到一個 5.1.2 嘅系統，而更加理想嘅係 5.1.4 嘅聲道佈局系統。咁首先呢條巴係絕對圓滿地支持到我一定需要我更加理想嘅 5.1.4 嘅聲道佈局。咁但係可能你會同三巴街講喂，唔係喎。我見廠商講係 11.1.4， 點解第一組數字多咗咁多咧？咁要理解點解佢講11咁多咧，就要拆開條三巴睇嘅。嗱，主要嘅聲道佈局5一定有嘅，係代表前面3個左中右嘅 channel 同埋後邊2個 surround 嘅 channel， 咁就5齊腳噶啦。咁但係佢點解11咧？你會見到呢支三巴。哇！成支三巴密麻麻都係一啲 racetrack 一個跑道型嘅全頻喇叭單元。咁呢類跑道型嘅單元咧，亦間接有利一個中低頻嗰個發聲嘅。咁當然你要去到真係潛到好低，就梗係個subwoofer 去控制啦。咁我呢度唔係重點嚟嘅，重點我就反而想睇下究竟邊啲我肉眼已經睇得出佢係有助協助去造成多出嚟嘅聲道。嗱，講緊多出嚟啲聲道咧，其實嚟嚟去去都係講緊一啲模擬出嚟嘅聲道。呢啲聲道係講緊你支三巴實體三巴喺前邊，你實體嘅 surround 喺後邊，前邊同後邊嘅 transition， 即係你耳邊呢個 area 嘅營造。你會見到呢支三巴喺高音嘅安排咧比較巧妙嘅，分別喺三巴面向你嘅最左最右有2個高音單元咧，係以側射形式出現嘅。
咁而呢支三巴仲隱藏咗兩個喺支三巴真係側面嘅左同埋右都有一個高音單元係側射形式出嚟嘅，間接令到啲聲音咧更加有指向性，更加立體，而幫助去做你前面同後邊 transition 呢帶嘅聲音。咁另外有啲比較特別嘅細節位就係講緊個天空聲道。咁一般嚟講就前面兩個向上發聲單元，後邊兩個向上發聲單元咧，咁就齊腳夠數嘅。但係呢條三巴特別之處就係佢前邊唔係兩個，佢高達4個 full range 嘅單元喎，間接有效地咧令到天空聲道個氛圍做得更加好。咁另外後邊嗰對嘢咧，亦要提一提，佢分別都有個 passive radiator 喺後邊負責低頻部分嘅。由於有呢個 passive radiator，亦間接令到成套系統個低音部分更加 balance， 唔使一味指意嗰個重低音工作。咁另外頭先講咗一啲 wave track 形式跑道形式嘅 full range 單元咧，亦間接上係幫到下個中低頻手嘅。咁所以成套系統今次設計上，你會睇到 JBL 花咗幾多心思喺入邊嘅。咁我哋買支三巴翻嚟，第一件事就希望愛嚟分擔電視機嘅工作。我假設你都係用緊電視機內置串流平台係睇戲嘅，咁基本上枕電視機一個喺度都做到晒所有嘢啦，有聲有畫。咁我哋正正就係想改善電視機嘅音質。咁所以呢，你個電視機就要能夠將個 audio 由電視機射落個三巴度。咁簡單嚟講，你支三巴要同其他影音器材發生關係。發生關係去點樣做呢？就要一條線係 HDMI 線，咁就反轉你三巴個背脊睇下佢有啲咩窿可以同其他影音器材產生關係。第一件事有好多窿嘅，我唔會逐一講啦，大家看圖識字，亦未必會用到。最重中之重就係講緊一個 HDMI 插頭，隔離寫住 R 或者 ER， 你當呢個係特殊嘅 HDMI 通道啦。揾條 HDMI 線翻嚟插落去支三巴度。另外一頭插入去電視相對應嘅 HDMI 窿，相對應嘅意思都係要寫住特殊通道呢個字嘅，即係 R 或者 ER。搞掂咗之後，當然你要命令部電視機唔好出聲啦，你啲聲唔該用 R 射翻落去支三巴度。咁基本上搞呢個 setting 呢就好舒服啦。你部電視機同個三巴已經產生咗關係，只要一條 HDMI 線，好簡潔嘅設計。我叫呢個方案做 Plan A。講呢個方案嘅意思唔係講呢條線，呢條線係一定自有永有，因為你要同電視機發生關係。我講緊 Plan A 係講緊你個電視機係訊源嘅收集中心。咁如果萬一 Plan A 出咗事，即係你部電視機唔知點解冇辦法嘔過Dolby Atmos 嘅 signal 落支三巴度，咁就要兩手準備做 Plan B 啦。呢條三巴睇翻後邊嘅 HDMI 窿好多嘅，其他寫住 HDMI input 嗰啲，你就可以愛嚟做 Plan B， 亦即係講緊你支三巴係訊源收集點。咁啲訊源點嚟點收集呢？就係要買啲外援翻嚟，例如 Apple TV 4K 盒仔，將條 HDMI 線一頭吉落個盒仔度，另外一頭吉落呢啲 HDMI input 插頭。咁就可以喺三巴度收集到呢個 audio video signal 翻嚟。audio 佢自己可以 decode 解俾你睇， video 就會經翻頭先嗰條大動脈咧，由個三巴俾翻個電視機，咁就可以行到 Plan B 啦。咁至於詳細情形，咩叫 Plan A， 咩叫 Plan B， 或者係我哋買三巴之前要考慮電視啲乜嘢呢？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影片。而人類同呢支三巴溝通有兩個渠道，第一個就係遙控器，第二個就係手機 Apps。同我呢度 highlight 咗一啲比較常用嘅嘢啦。第一樣嘢就梗係做自動音場校正嘅。呢部機好好，佢又提供俾你，你可以喺遙控器度 call 佢出嚟，或者係手機 Apps。個人建議就入手機 Apps 度做，因為手機 Apps 就多啲畫面，多啲圖示教你點樣做。其實都好簡單，你坐喺個皇帝位之後，將嗰對後置環繞聲排坐，同你左右兩邊咁樣等喺度，行一次自動調音。做完之後，再將呢對後置環繞聲咧放翻去
你應該睇戲嗰陣時會等嘅位置度，然後行第二次。大概我諗5分鐘都未必需要咧，就搞掂成個步驟。咁另外成日會用喺個遙控器，你會見到一個杜比 logo 嘅標誌，就俾你校天空聲度嘅強弱。後邊 rear 嗰個掣就自然係校後邊，即係後置嗰對嘢嘅音量強弱啦。另外 bass 呢個掣就係校低音部分嘅強弱。佢仲提供咗一啲隱藏嘅功能，隱藏嘅功能咧就要係撳一個組合鍵咧，至可以 call 佢出嚟嘅。Pure Voice Dialogue Enhancement 對白有一個提聲更加清晰。咁呢個功能預設就撻着咗嘅，或者你熄機再開機，佢都一樣會同你撻着咗嘅。咁但係你話我真係好唔中意呢個功能，我點樣熄咗佢呢？長按住滅聲嗰個就係 Mute Button， 大概5秒鐘，然後呢就撳 Bass 嗰個掣，咁就會關閉咗呢個功能。但係如果你改變主意的話，就撳翻頭先一模一樣嘅 Key Combination，call 翻佢出嚟，或者係熄機再開。Smart Mode 就係一個好聰明嘅模式，佢會根據你輸入嚟嘅聲音信號，自動選擇適合嘅聲音模式去播放。咁 by default 係着咗，如果你想熄咗佢呢，你就要長按滅聲嗰個鍵，再加個音量 up， 即係加號鍵咧，就刪咗佢。咁我唔再一長講個 key combination 啦，你可以喺個畫面度見到。睇戲嗰陣時發現聲畫唔同步咧，可以呼喚佢出嚟去調校翻嗰個節奏節拍，令到聲畫同翻步。咁我個人覺得就唔好喺個 remote 度 call 啦，因為呢個秘技咧就喺個 Apps 度有啊，直接行 Apps 方便啲，唔使咁樣又撳幾多秒至 call 佢出嚟。Night Mode 就好特別啦，喺之前介紹 JBL Buy 1000都有嘅呢個 mode， 但係呢個 mode 唔知點解說明書係冇講嘅 ，call 佢出嚟係誤打誤撞見到嘅。咁點解呢個功能係收埋咗唔話俾你聽呢？咁可能 JBL 覺得個效果唔係太理想，或者係個功能根本未 ready 都唔定。我個人就唔係太中意用 Night Mode 呢個模式，因為佢會將個 Dynamic Range 咧壓扁晒。咁但係如果你有興趣又想試下嘅話咧，都可以撳呢個模式嚟試下嘅。咁但係再重申一次， JBL 係冇同你講有呢個模式㗎嚇，知生巴。咁手機 Apps 方面嘅功能咧，就基本上頭先遙控器都 cover 咗㗎啦。咁唯一佢多出嚟咧，就係佢可以俾你校到呢支三巴嘅 EQ setting， 包括中高低3頻嘅調校啦，音樂串流平台服務嘅整合。咁即係你可以用翻佢手機 Apps 去你 integrate 咗嘅音樂串流平台度揀歌仔聽。無線音樂傳輸部門呢部分，我個人嚟講真係冇咩可以挑剔投訴。又有藍牙，又有 AirPlay， 又有 Google Chromecast， 同埋頭先講嘅 JBL One 嗰個 Apps 整合咗一啲music service 嘅 Spotify 個 Apps 有 Spotify Connect 俾你連接啲沙包度。嚟到完全主觀絕無客觀嘅聽後感環節， JBL Bar 1300俾我第一個印象就係個低頻好勁，好似去咗 IMAX 影院咁樣。如果有睇開我以前節目我例如分享我睇《阿凡達》喺香港 IMAX 或者係香港另外一間戲院睇第二次 Dolby Atmos 嘅經驗，你都知道我係中意 IMAX 嗰個低頻嘅嗰種層次感、嗰種力度。呢部機俾到我。咁試咗咩章節呢？呢度 highlight 出嚟呢，咪都試咗好多嘅。其中最令我仲記憶猶新嘅就一定係奇洛李維斯嗰套 John Wick 4開頭嗰段一錘打落嚟嘅聲音咧，真係好勁，即係俾佢嚇一嚇，你估唔到佢咁勁啊啲聲響。我第一次 feel 到呢部機嗰個低頻咧，好有趣，唔係試低頻嘅嗰陣時，我係開隻波希米亞狂想曲嚟聽嘅，咁就聽臨尾嗰段溫布萊球場嗰段嚟嘅。咁你唔 suppose 試低頻嘅，咁但係嗰個音樂入邊嘅低頻部分喺呢部機演繹出嚟咧。有一種層次感俾你聽到好順耳嘅，佢唔會話因為我強啲 bass 令到啲嘢糊下 mix 到你完全聽唔到其他嘢，唔係，個配合係做得幾好。試低頻除咗 John Wick 4咧，我亦試咗 Blade Runner 2049開頭嗰段
開頭嗰段個低頻都係好勁嘅嚇，你可以揾嚟試試。亦試咗 King Kong 大戰哥斯拉嗰出戲啦，海上戰鬥嗰段，亦試咗 Edge of Tomorrow 開頭嗰段，開頭有一個幾低嘅低頻可以測試下你部機嗰個低頻部分嘅。咁另外我最中意試就係 War of the World。War of the World 強戰世界，咁都係試翻我平時試噶 Chapter 4、Chapter 5。Chapter 4嗰度包括有啲天空聲可以試到嘅，嗰啲衫吹起風，嗰啲浪衫，嗰啲衫揈起嘅聲音咧，都可以喺呢部機個天空聲度呈現到出嚟。咁另外有個幾過癮嘅，最近睇過一套戲，喺呢部機演繹嗰個 sound object 聲音物件嘅移動，個 movement 咧都做得幾好玩嘅，幾過癮嘅，就係 Netflix 嘅 Extraction 2雷神做主角嗰出，基本上係一鏡到尾嗰個章節啦。就係例如你會聽到個女主角尖叫啲嗌聲咧，係不停地移動緊嘅。個女主角喐緊，個鏡頭又喐緊咧，你會聽到佢把聲咧，一時喺後邊，一時喺左邊咁樣嘅。另外一個又係類似形式好玩咧，就係當主角等人咧揸緊架車嗰陣時，就俾人追緊嘅，俾緊啲motorcycle 追緊，啲 bike 追緊，即係嗰啲電單車追緊啦。咁你聽到啲電單車聲，又係不停喺度 circulate 你喺你周圍度移動嘅，因為個電單車移動緊，個鏡頭移動緊咧，咁出嚟有個幾得意嘅體驗。咁所以如果觀眾朋友係有 subscribe Netflix 嘅話，可以揾翻呢出戲嚟試一試音。如果呢套系統嘅低頻部分係其中一個亮點嘅話咧，呢一對後置環繞聲嘅聽感就係第二個亮點。最初我冇期望過後置有啲咩新花樣嘅，但係我睇過咁多出戲，呢對後置第一絕對夠聲之餘，佢呈現到好多細節嘅聲音，而最重點我想講嘅就係後邊提供出嚟嘅空間感，佢重製呢個空間感咧做得唔錯喎，有幾分似我喺大阪 Dolby Cinema 睇黑豹3嘅感覺。咁於是我就揾翻一啲喺呢方面做得幾好嘅電影，其中一套就係《無聲絕境》啦。《無聲絕境》臨尾一段，你會好明顯聽到嗰隻怪物嗰啲滴滴滴滴嗰啲聲啦，佢係離你有一定距離嘅。你聽到嘅唔係有聲出個喇叭，係俾到一個聲音嘅距離感俾我。咁既然喺大阪嘅 Dolby Cinema 睇咗黑豹3，咁所以我特登揾翻黑豹3嚟睇啦。其實我已經忘記咗邊一段聽到呢個感覺臨尾今次終於揾得翻啦。有一段應該係夜晚嘅，喺條橋，應該下都係海啦喺條橋發生嘅一個動作場面。咁其中應該有啲警車聲係喺你右手邊，即係右後邊嗰個後置會發聲嘅。你會聽到嗰啲聲音咧，又係喺後邊出現啦，但係唔係真係好似喺你耳邊出現嘅，你聽到有少少距離感嘅。咁呢方面咧係有少少令我喜出望外，因為佢唔單止俾我帶翻 IMAX 佢嘅強項低音入嚟，佢仲可以呈現到一定嘅 Dolby Cinema 後邊嗰個空間感同埋聲音嘅距離感帶到入嚟家庭影院咧，咁呢方面咧係幾令我覺得驚喜嘅。一時懶費事分睇就喺合體情況下咧玩咗幾出電影喎。而家講緊嘅係一支3巴喺前邊，再加埋一個外置重低音，即係得前邊，佢出嚟嘅效果，咦幾滿意喎。咁我試過一個情況就係有得係 playback 緊嗰套戲啦，咁我跟住就睇手機，就冇專注睇個畫面嘅。突然間有啲聲又吸引咗我，等我岳高頭聽下睇下，咦頭先嗰段幾好喎，啲聲嗰個 virtual 嘅 surround 咧做得唔錯。咁我臨尾估計可能就係呢支3巴當喺合體嘅形式之下咧，佢有高達6個嘅向上發聲單元有助製造一個更加豐滿、更加實在嘅天空聲道之餘，通過呢啲反射或者擴散嘅聲音咧，有利去做到一啲虛擬嘅 surround 去到你耳邊上方位置。當然就唔可以同你實質將嗰個走軌式後置環繞聲放喺後邊嘅聲音嚟得實在嘅 surround。你假設呢對後置就俾啲仔女攞走咗喺間房度聽歌，咁得翻你孤零零一個人咧喺廳度咧睇電視的話咧，
雖然佢冇咗呢兩個後置，但係唔好忘記喎，佢呢支筆分體模式，佢淨係支三把都有4個向上發聲單元，咁亦係繼續幫到手。同埋分體咗之後，雖然唔見咗兩個後置，即係令到左右少嗰啲聲音單元，咁但係唔好忘記，你分體咗之後，呢三把側面又多咗一個高音單元，又彌補咗唔見咗嗰兩個後置。呢兩個玩法出嚟嘅效果呢，我個人嚟講係收貨嘅。咁當然，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夾埋一齊呢個聲音呢會更加個密度會高啲，同埋個音場會更加闊啲。特別係適合一啲觀眾朋友，佢後邊真係拗爆頭又唔好似真係唔夠位喎，但係佢又想試下究竟有後置效果係點樣呢？呢條巴係一次過滿足你好多個願望啊！佢唔單止能夠滿足到你心思思，不如將個後置走軌式放喺後邊，玩一個實實在在有前有後嘅系統。佢又可以變翻一個你後置冇位，放翻喺前邊，變為一條三巴嘅效果，又玩到喎。佢甚至可以俾你玩埋對後置，變為一個獨立嘅藍牙喇叭。咁所以呢套系統嗰個多樣性同埋嗰個機動性、個靈活擺位呢，確係市場上少見嘅。今集節目時間又到啦，如果想支持呢個頻道，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like、share， 你哋做得越多， YouTube 嘅大數據就會介紹我呢個 channel 俾更多朋友仔嘅認識。有你哋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我係三把街，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拜拜。